叫林峰，被人卖到缅境矿区1周，成了为万家大小姐卖命的黑奴。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开车把这些一刀穷一刀富的翡翠原石头从矿坑运到万家。明天就是万家家族大会，大小姐全靠这批原石出货了，你们都给我专心点。是。巴头哥，石头到了，迟到了10分钟，你他妈是爬过来的吗？路上遇到有人抢石头，我好不容易才过来。我管你容不容易，这车料子大小姐看得很重，耽误了大小姐明天的正事，把你大卸8块都不够赔。莫西沙老坑料满肉冰洋绿，价值10万。我能看穿翡翠原石的价格。普通石头价值0元，莫湾基黑乌沙高冰飘花价值50万。透视，我觉醒透视了。还偷懒儿，我弄死你！哎，巴头哥，息怒，可别为个不长眼的小子动气，再气坏了身子。是啊，赶紧认个错，巴头哥急了，真的会杀了你的。巴头哥，对不起，我这就去干活。都他妈别干了！喂，都站好，大小姐来了！大小姐，您来了。今天的料刚到，师傅们正挑着呢。各位辛苦，时间紧迫，我今天来是为了明天的家族竞标会，需要一块能压得住场子的顶级好料。你们今天挑选出来的料子，全部拿过来我看。万大小姐万喜来，有可能成为缅国万家的继承人。如果能搭上他，我能接触翡翠原石的机会就更多了。是大小姐。明天的家族竞标会是我和我弟弟万天谁将成为万家未来掌权人的战场，所以今天你们务必选出几块好货，能不能压住万天的气焰，我能不能掌权，就看各位的眼力了。大小姐放心，我们几个老家伙吃这碗饭几10年了，定当竭尽全力为您选出最好的料子，让你在家族竞标会赢下万天，拿到掌家权。开始吧。是，大小姐放心。大小姐，您看，这块不错，莫西沙场口的黄岩沙，皮壳紧实，沙粒均匀，至少是个冰种的底子，值个60万。沙粒不够，最多是个细奴，这种货色最多3万。莫西沙黄岩沙，内部浓种飘灰，价值3万。莫湾金的黑乌沙，表现沉稳，说不定能出高色。大小姐，这个估价怎么也得100万。这块是黑乌沙不错，但这个表现内部必有裂，勉强值30万。莫湾基黑乌沙内部蛛网裂，价值15万。看来万启文的经验也不是100%准确。南齐小料，那没什么用。南齐宫口白岩沙皮，内部帝王绿，无棉无裂，价值600万以上。等等！一条大小姐买来的狗也敢大呼小叫！大小姐，这石块是好货，不能扔。你刚说这块垃圾是好货？回大小姐，是的。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林峰，1周前地头蛇把我卖到矿上，让我给您当司机。你知道我是谁吗？知道，缅境万家大小姐，掌握缅境2/3的翡翠流通，身价100亿，还有杀人不眨眼。你既然知道我是谁，也知道我不好惹，就更该知道，在我面前耍小聪明没有好下场。我再问你一遍，确定这石头不是垃圾？大小姐，你别看这块料表皮不好，但里面是顶级帝王绿。帝王绿，就这块皮壳干涩，一点表现都没有的垃圾料，切它都嫌费刀片。你一个低贱的运货司机，知道什么是帝王绿？大小姐，相信我。满肉帝王绿，我看是满肉白石灰。小子，牛皮吹上天了吧？这下看你怎么死！
大小姐，我这就把这满嘴胡言的废物拖去喂狗。怎么会没绿？难道透视是假的？南极孔口内部顶级帝王绿，无棉无裂，价值600万以上。大小姐，这真的是帝王绿翡翠，玉肉在里面，外面的这一层是为了保护里面的玉肉，只要再切一刀，一定能见绿。如果不出绿，我林峰任凭你处置。没完没了是吧？我现在就把你崩了！好，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记住你的话，要是不出绿，我定让你生不如死。拿切石机来。林峰，你现在反悔还来得及。如果待会儿里面什么都没有，你可是会死得很惨。你还确定要切吗？切。确定。切。这不会真让他蒙中开场吧？怎么可能？这种新料一看就是垃圾，一个臭司机还想在大小姐面前出头，等着看这小子怎么死吧！想出头也不是这么个玩法，这下神仙也救不了他了。大小姐，你太给他脸了，一个臭开车的，懂什么石头？耽误你宝贵的时间，待会儿切开，要是什么都没有，我亲手剁了他。这水头。大小姐，出绿了，高绿！这水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透的。玻璃种，帝王绿。大小姐，是极品帝王绿，这水头这色泽，缅国境内都少见。不是少见，是罕见。这是龙石种帝王绿，种老水头足，毫无瑕疵。这种品相的翡翠已经不能用钱来衡量，有了它，明天家族竞标，我看万天还拿什么跟我争？恭喜大小姐！恭喜大小姐！放开他。谢谢大小姐。你赌的不是石头，是我的耐心。你做到了。我问你，你怎么知道里面有东西？只是觉得它特别，感觉这石头比矿场里的那些好料都沉。感觉，在这儿拿命换钱的地方，敢凭感觉赌生死的，要么是疯子，要么就是藏着真本事的天才。从今天起，林峰，你不用再当司机了。只要我有更多的机会接触翡翠原石，我就能赚钱，赚这辈子都花不完的钱。全凭大小姐做主。跟我进万宝楼，这里可是无数赌石人的天堂，以后你就是我的人。是，万小姐。马上我就能成为人上人了。吗？果然，这才是真正的入门礼。赢了平步青云，输了尸骨无存。万启莹，你想看我的价值，那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物超所值。普通料内有薄肉，价值30万；普通石头价格0元；莫湾鸡皮壳干裂，内部高冰飘花，价值3000万。这3块料子从表现看相差无几，但内部天差地别。如果不是我觉醒透视，这次肯定完蛋了。我选这块。你确定？这石头皮壳干裂，跟块烂石头没两样。其他2块的表现可比它好上太多。这石头虽然表现不好，但是里面是高货，就它了。高货？我说什么来着？狗肉上不了正席，放着那么多表现好的不选，偏挑这块垫脚都嫌硌的废物。石头皮壳表现是公认的段子绝尊料，谁碰谁倒霉。能选这种石头的人，能是什么有本事的？大小姐，有你的电话。我回来之前想反悔还来得及，但记住，只有这一次机会。怎么回事？石头呢？空间是独立的空间，我竟然又觉醒了一种异能，空间异能。透视看穿，空间藏宝，老子要逆天了！
空间，那以后所有的石头不都是我的了？哼，故弄玄虚，死到临头还不自知，一块废物而已，还真当能开出花来。周老说的对，这小子就是哗众取宠，等会儿切垮了，看他怎么死。最后机会，换不换？大小姐，就这个，绝对是高火。大小姐，这块石头没有任何表现，必垮无疑。万天少爷找来的缅北货已经在备货，我们要是在这儿栽了，掌家拳彻底没指望了。周师傅，听过血下出高率吧？既然你笃定这石头没东西，我们赌一把怎么样？行啊，这块石头要是能出货，我周某人当场自剜双眼，从此退出剑世界。林峰，你怎么说？行，如果我赢了，姓周的除了退出万宝楼，还请大小姐让我做首席。如果我输了，我断双手。哼，出雾了。不过这白雾底子灰暗，一看就是废料。小子，准备兑现赌注吧。急什么？皮壳还没完全切开，周师傅这么着急下定论，看来这几十年的经验都学到狗肚子里去了。你好，我就让你死个明白！师傅，切，把切口切大。灰白底，狗屎地，垮了，彻底垮了！小子，睁大你的狗眼看看，你的高货呢？准备剁了你的狗爪子吧！林峰就是在浪费您的时间，应该立刻把他拖出去喂狗。林峰，赌注是你亲口说的，愿赌服输，断双手。别急，还没结束。还故弄玄虚，用砂纸磨，白双层下面就是绿肉。周师傅，你应该听过双下藏娇，遇肉自残吧？放肆！死到临头还敢胡说八道！什么双下藏娇，纯粹是你编出来的鬼话！大小姐，我看没必要再浪费时间了，立刻把他拖出去！大小姐，那就让他心服口服。磨。兵种，百绿，这光，这刚性，是高兵种，正阳满绿！天哪，大涨，超级大涨啊！周师傅，对不住了。高兵种，还是飘兰花大涨啊！周师傅，看来我的眼光比你这万宝楼首席的招牌要准上那么一点。不可能，这小子不可能比我眼睛更准，这一定是巧合。3块石头，你不过是瞎猫碰上死耗子，蒙对了这一块。不过你也别得意，另外2块原石还没开，说不定当中有更好的。大小姐，我要求现在切石，如果这块真是最好的，我周某人立自剜双眼。准了，既然要服众，那就验个明白。滚开，我自己来。完了，周师傅，死心了。赌注是你自己加的，结果也是你亲手验证的。如果没什么话可说，那就愿赌服输吧。大小姐饶命，是我有眼无珠，我输了，我认输，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林峰，从现在起，你暂代顾问，明日与我一同进场。老大，坐我的位置，你以为你就坐得稳？坐不坐得稳，我也要坐得稳。林峰，我告诉你，你断了我的路，就是坏了这里的规矩。在缅国，不懂规矩的人，活不过3天。谢谢提醒，我记住了。大小姐，我证明了我的价值，我明天一定会帮你拿下竞标，到时候我要正式取代周师傅，成为万宝楼首席顾问。你他妈的小杂种！大小姐，我为万家效力20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如果让他一个黑奴司机取代我，传出去，大小姐一定会被人笑话。林峰，周师傅为我效力10年，是我的挚爱亲朋。大小姐，长江后浪推前浪。那你是前浪？大小姐，我的价值绝对高于姓周的。
如果一个人连为自己争取地位的胆量都没有，也就更没有胆量帮您去争夺整个万家。只要明天我跟大小姐去，我就可以出奇制胜。有野心，有胆量，我开始有点喜欢你了。你的条件我可以答应，但如果你明天输了，知道自己会怎么死。大小姐，放心，我林峰不会输。大小姐，明天的事不能儿戏啊！聒噪！大小姐，大小姐，我已经让下人给你准备了房间，回去休息休息。明天陪我一起参加家族大会，记住，明天我只要赢，钱无所谓。一步天堂，一步地狱。明天我一定会惊艳全场。哟，姐姐好久不见啊，怎么没带姓周的来？这是从哪里捡来的野狗，带他参加这么重要的场合？万天，管好你的嘴！林峰先生是我请来首席顾问。哼，那就是说等会儿他要上赌桌了？这种货色也配吗？我配不配，万少爷等下就知道了。杂种，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挑衅本少爷！万天，林峰今天代表的是我，如果不是长辈们在，你现在已经是个死人了。行，他是你的狗是吧？等下上了赌桌，我看你还怎么护着他。够了，成何体统？今日竞标关乎家族未来，不是你们姐弟逞口舌之快的地方。家族继承人选举开始，规矩照旧，3局2胜制。第一局鉴品10块全赌毛料，各选1块，当场解实，定输赢。元老，光是赌胜负太无趣了。既然是家族竞标会，就得加点彩头。小子，敢不敢加注？万天少爷，想加什么？简单，第一局你要是输了，证明你是个废物，立刻给本少爷我跪下来，磕3个响头，然后从这万宝楼爬出去。万天，你放肆！林峰是我的人，轮不到你来羞辱。可以。我这个矿奴的膝盖不值钱，赌了。若你输了呢？是不是也跪下来磕3个头？不对，磕头对象得换换，是给大小姐磕头，为你今天的无礼和狂妄道歉。万天少爷，你敢接吗？你算什么东西，也配跟我谈条件？怎么，万天少爷只会逼人下跪，自己的膝盖却是金贵的弯不得？还是说你从一开始就笃定自己会输，所有只敢赌别人的尊严，不敢赌自己的？够了，别浪费时间，赌还是不赌？赌！你有信心吗？有。赌。赌注对等，再有多言纠缠者，称同扰乱竞标，加罚处置。既然赌彩头，那就要摁加合约，双方摁手印生效。选时1炷香时间。少爷，莫西沙正款口的老料，皮薄馅大，松花鲜艳，内里必是玻璃种帝王绿，稳赢之举。莫西沙正宗口老料，浓种，内有裂，价值1200万。玻璃种帝王绿，小子，现在乖乖给本少爷跪下磕头认输，我还能发善心，让你少磕一个，怎么样？别急，我还没挑呢。莫西沙长口，冰种晴水绿，价值3400万。晴雪底，稳了。我当是什么高手？这破石头连桌脚都不平，这简直是胡闹！这石头毫无表现，是公认的废料。万纪云，你要实在不懂翡翠，现在就可以把家族掌声权交给你弟弟了。大小姐放心，这块足够打他所谓的帝王绿。姐，你还真信他？连他自己都说我这帝王绿了，他一个捡破烂不会以为真能赢我吧？赌石重点在赌，东西好不好要开了才知道。解石吧，元老，开始吧。荒谬！线下出高率不假，但那是指活线，你那块石头上是死线、恶线，必垮无疑。小子，你等着给万天少爷磕头吧。小伙子，索风师傅选的这块是正江口的老料，皮相完美。你手上这石头表象实在太差，一副废料相。赌石非儿戏，你代表的大小姐关乎重大。现在若反悔，老夫可以做主，与你重选一次，莫要因一时意气毁了大局。谢谢，不用换，就这一块就挺好，我相信肯定会出好货。给脸不要脸，不用管他，他自己找死，怨不得别人。开始解石，那就解石。先切我的，让我姐和这条狗死个明白。姐。趁我的帝王绿还没现世，你现在认输，跪下来求我，我或许心一软，给你留个边缘矿场养老，否则，快点解！
我要让他俩死得明明白白，是不是帝王绿？糯冰种，瓜皮绿，杂质重，这垮了。垮了？怎么可能？有肉不可能垮！再切，给老子生力切！别切了，这块料子本身就不大，再切几刀就算出帝王绿，价值也不高。万天，你这块料子彻底垮了，恐怕价值连林峰的那块废料都不如。你不是第一高手吗？选的这是什么料子？少爷赌石本身就不一定全赢，我刚才可能是大意了。废物！老子的冰种飘花呢？帝王绿呢？你让老子丢这么大的脸，我他妈毙了你！万天，愿赌服输，就算你杀了他，也要跪下磕3个头。我错了，少爷，求你饶命，饶了我这条狗命吧！下一次我一定不会再看走眼了。想激我杀了缩温，让你赢得毫不费力，别做梦了，万指环。你的石头还没开呢，说不定连我的脓种都不如。既然你不死心，那我就替大小姐让你死心。大小姐，开吧。好像你也不是那么没脑子。去，盯着万天少爷，免得等下我开出好料，他受不了刺激。万天，3局定胜负，你这3个头我先记着，等林峰帮我选的石头解出来，你再磕也不迟。解我吗？磨皮，擦细，慢一点。高品种清水绿，大赏！不可能！万少爷，对不住了，这3个头，你恐怕要磕定了。种水最佳，色泽均匀，无裂无棉，可出大牌手镯。以当前市价，这块清水绿估值7800万。第一局，品质局，万天一方原石，估值1500万；万启云一方原石，估值7800万。价格悬殊，胜负已分。万启云，林峰胜。不可能，是解石机有问题，是这小子使诈。那块废料怎么可能出货？他一定调包了石头。少爷息怒。元老们都看着呢。万天，输要输得起，解释全过程众目睽睽，你是在质疑我等元老的眼瞎吗？输不起，当初就别赌，按了手印还想反悔，万家的脸都要被你丢尽了。万天，元老和各位家族成员都看着你，林先生凭的是真本事，赢得光明正大。你是想让所有人觉得我们万家嫡系是言而无信的无赖之徒吗？万天少爷，香已经燃尽，3个头磕给大小姐，请。我不服！万启文，你不是笃定你身边这条野狗厉害吗？第2局，如果第2局你还能赢我，我跪下给你磕6个。林峰，你说呢？好啊，正好大小姐3个，我3个。既然如此，那休息1刻钟，准备第2局。做得很好，我真的是越来越喜欢你。大小姐，林峰，我忽然想到一个更好的奖励。我对万天很了解，按照他的性子，下一局他只会更疯狂。只要你今天帮我赢了他，除了你做首席，我把自己奖励给你，怎么样？大小姐，这不好。就这么定了。各位，第2局开始，接下来我宣布第2局规则。等等，第2局的规矩我来定。参赛的当裁判，万天，我看你是疯了。咱们是家族内部会议，让万天制定规则的确不合适。不过，如果启文同意的话，我们同意。你疯了！大小姐放心，无论他制定什么规则，赢的一定会是我。好，万天你来说。比估制，第2局不仅要看出好坏，还要精准估出市场价，谁估的价值最接近真实成交价，谁赢。可以，赌注是什么？赌注加倍。林峰，你要是输了，我要你自废双眼，永远别想再吃翡翠这碗饭。万天，你故意针对林峰！别担心。你以为你每天开车运送原石，摸过几块石，就真懂怎么看料子估价？估价需要的是经验，我不同意。大小姐，我刚才说了，信我这一次。
行，我答应。不过如果你输了，你能输给我什么？我会输给你。刚才只是我大意了，你以为你真行吗？要赌注是吗？好，如果我输了，我万天名下所有产业股份尽数归你，我从此滚出万家，永不踏足缅国。少爷三思，这个赌注太大了。所以这一局我要赢，明白吗？好，一言为定。来人，把东西拿上来。这3块是我珍藏的宝贝，规则很简单，我们各自为这3块料子估价，写在纸上，然后当场解释，谁估的总价最接近真实总价，谁赢。这些料子你100%知道价，现在让我的人来跟你比估价，万天，你以为大家都是傻子吗？姐，赌石之道瞬息万变，这才是真正考验眼力和魄力。怎么，敢不敢？当然，为了防止有人信口开河，估出的单项价格与真实价格相差超过30%，则单项判输。林峰，赢了你会得到我所有的财产，输了你的一对眼睛归我。你现在认输，依然来。不就是估价吗？可以啊，签合约吧。准备执笔，现实一炷香。这一次，给我看准了，不然我要你的命！少爷放心，这一次我一定不会再走眼。这3块料子，我之前研究过，肯定能赢。莫西沙场口内部冰飘花裂纹纵横，价值10万。如果只看开框，这块料子至少值500万。万天想用这个诈我，还是他也没看出来。10万，林峰，你确定吗？你竟然写的10万！你知不知道这块料子是我花了180万收回来的？你竟然写个10万！光看开窗已经不止10万了。这次林峰和万锦文恐怕要输了。看来大家在翡翠行玩了这么久，还是不懂赌石的精髓。越好的东西越能迷人眼，也越有可能骗人。装吧，尽情装，毕竟等下一解石，你这双眼睛就没了。来人，解石！恭喜大小姐，要赢走你弟弟所有身价了。怎么会这样？明明开窗那么好，这烈度，真实价绝不会超过15万。15万，不该啊！这不可能！怎么会这么多裂？怎么会这么低？10万，我赢了。第一项，林峰胜。我不服，来第2个。第2块。后江诺冰种料子，后江诺冰种，色浅无色，价值60万。60万，不能再多了。这块料子表现极佳，诺冰底子也化开了，市场价值至少在400万以上。那块料子就值这么多，相信我，不会错。60万，小子，你是来搞笑的？这块料子我之前找过其他的鉴识大师看过，价值可是在400万以上。那咱们等解开看看就知道了。解石，色未尽，底子普通，真实价60万。120万，少爷，我不是故意的。60万，万天少爷，这一局好像又是我赢了。索文，你2项误差均超线，已无胜算。万天，你这一局危险了，要是第3块再输，少爷，我错了，再给我一次机会，第3块我一定能看准。最后一项，墓地场口怪料，最终报价。墓地场口怪料，内部高冰养绿，颜色分布不均，价值3400万。3800万，索文，我们赢定了，解石。出绿了，色很正，阳绿，看到了吗？主色，告诉问，我们要赢了。少爷，是阳绿，肯定是满料。小子，看到没？这就是实力，跟老子斗。师傅，别急，请色面再下一道，这色可能没吃进去那么深。好。虽然是黄杨绿，色没有吃透，真实价3400万。万天方估价5300万。
林峰估价3800万，3块真实总价3480万，林峰总误差不足3%。第3局，林峰完胜，不足3%的误差，这是神迹！万家百年，从未有人有如此眼力。万金宇这次是找对人了。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假的，一定是假的！人怎么可能算得这么准？你一定早就知道。你作弊！你他妈肯定作弊了！元老，他使诈，他一定用了我们不知道的手段。我不服，这局不算，重来，必须重来！万天，白纸黑字，元老会和这么多人都看着，你输不起吗？输了就要认，这是万家的规矩，还是说我万家立下规矩，是可以任由你耍赖反悔的？万天，闭嘴！愿赌服输，你再胡搅蛮缠，家法伺候。万天少爷，撕了纸也撕不掉你输掉的事实。你的全部身家和你的前途现在归我，是你自己交出来，还是请元老会帮你交？我的东西，谁也别想拿走！林峰，我要杀了你！少爷，冷静！元老都在看着，家法无情啊！滚开！我不服，我不服啊！那是我的一切，凭什么给他？凭什么？还有第3局，赌他，赌那块真祖之石，赌所有的继承权。林峰，你不是神吗？你敢不敢赌？你敢不敢？万天，你疯了！那是镇族石，关于家族气运，怎么能拿来赌？住口！此时凶险异常，历代先辈都不敢轻易触碰，岂容你儿戏？你要是敢赌，就是家族的罪人！万天，你真是疯了！镇族石不能赌。我接了，等我赢下第3局，你就真的一无所有。万天，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那是镇族之石，历代先辈都未曾轻易触碰，凶险异常，你竟敢拿它来做赌注，你这是想毁了万家吗？大哥说的对，此时关乎家族气运，岂能儿戏？万天，你输昏头了，收回你的话，不然家法处置。林峰，不可冲动，这块石头邪门的很，历代多少顶尖大师看过后，不是倾家荡产，就是遭遇不测，它就是个不祥之物。未知特殊场域内部能量流转混乱，核心区域存在强大屏障，阻挡查价值无法估量。果然不简单，核心有东西在阻挡我的透视，但边缘泄露的能量已经如此惊人，值得一搏。哈哈哈哈！怕了！林峰，你刚才不是还很狂吗？碰到真家伙就怂了。元老，你们看到了吗？他怕了，他根本就是个骗子，他只敢赌那些有把握的普通货色。面对真正的传奇，他原形毕露。我赌，但不是赌你所谓的继承权。怎么，现在想缩了？赌注要换，我若赢了，我不要你的继承权，我要你万天以及你名下所有直系亲属，永远放弃万家产业继承权和分红权，净身出户，永不踏足缅北。另外，我要对这块镇族之石拥有唯一的、永久的处置权，万家上下不得干涉。唯一的处置权，小子，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当然知道，赢了，它归我处置；输了，我林峰任凭你万天处置。林峰，太冒险了，我们已经赢了2局了，没有必要再赌了。大小姐，信我，这块石头是危机，也是我宋颖坐上家主之位最大的主意。要是我赢了，万天再也翻不了身了。元老，我支持林峰，此战赌了，要是输了，后果我一力承担，跟家族无关。好，赌就按你说的赌。元老立约，我要你死无葬身之地。罢了，既然你们执意如此，老夫准了。你终极血气，此约继承，胜者通吃，永不翻身。结步。就是他，传说中屠魔3位大师的凶石。林峰，请吧，让咱们看看你这双神眼能不能看穿这吃人的石头。核心被什么东西保护着，看不透，但边缘的能量如此惊人，核心必定非同小可，风险极大，但值得一搏。师傅，老贾，不切不擦，从这里用最细的钻头开一个亏孔。开口，老大，你
知不知道，万一断到玉肉，整块料子就可能废了。不知，镇族石皮厚如城墙，能量内敛，开口怕是钻头风了也见不到一丝绿。听见没？连废掉的缩温都知道你在胡来。林峰，你是明知必输，故意毁石吧？按林峰说的做。看来这镇族石连个孔都不让你钻啊！林峰，别硬撑了，认输吧。穿过去了。里面是什么？快说！是血玉，满堂红极品血玉啊！血玉比帝王绿更为罕见，传说中的存在。不可能！胡说八道！让我看解说台。血玉，真的是血玉！怎么会这样？大哥，血玉现世，这是我万家100年未有的祥瑞呀！林峰，继续，沿着窥孔周边缓慢磨皮，开窗。血玉，真的是极品血玉，天佑我万家，天佑我万家呀！不对，血玉还不是核心，这石头是双层套石，里面还有东西。那金色的光芒，难道是？血玉，真是血玉，祖宗庇佑。此时现世，我万家气运必将昌隆100年。林峰，你是我万家最大的功臣。元老，大小姐，请稍安勿躁。这血玉并非全部。你说什么？血色之下，能量未绝，我感觉里面还有东西。血玉之下还有东西，这已经超出了所有人的认知。林峰，此话当真？你可知道，若判断失误，毁了这血玉，将是万劫不复之罪。信我，继续解。你确定？这小子是疯了吧？爆开血玉，这简直是疯狂之举！林先生，这万一……从这里下刀，深度3毫米，多1分则伤内核，少1分则功亏一篑。按他说的做，一切后果我万奇宇承担。准，解石。龙石种是金色龙石种，传说中的龙皇翡翠。怎么可能？竟然是龙皇翡翠！血玉已是传说，龙石种更是传说中之传说，只存在于古籍记载之中。祖宗显灵了！龙皇出世，万家要大兴啊！龙石种，完了，全完了！元老，现在可以宣布最终结果了。最终结果毋庸置疑，林峰完胜。根据血气，万天及其直系一脉，即刻起剥夺所有万家产业继承权与分红权，净身出户，永不踏足缅北。此镇族之时，不，此龙皇翡翠归林峰全权处置。万家上下见时如见家主，不得有违。万天少爷，是你自己走，还是让人请你出去？大小姐，诸位元老，竞标尚未结束，我既已胜出，那接下来的事，自然由林先生全权主导。元老会可有异议？无异议，谨遵大小姐林先生吩咐。望脉交接事宜进展如何？那些原属万天的老臣还有没有变动？回大小姐，
几个大矿场已顺利接管，但仍有几个老人借口养病，闭门不出，私下小动作不断。万天少爷虽不在，但他的影子还在。大小姐，除恶无尽，有些人不是病，是心还没死。大小姐，不好了！万天少爷他带了好多人硬闯进来了。姐，我回来了，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暹罗商会的首席剑识大师乃鹏先生。万大小姐，林先生，久闻万家大名，今日特来拜会，只是没想到鼎盛的万家，如今竟让一个外人，一个来历不明的矿奴站在了主位之侧，真是时移世变啊！暹罗商会的手伸得未免太长，我万家的事还轮不到外人指指。外人，姐，乃鹏先生是我请来的贵客，是来帮万家拨乱反正的。林峰这小子不过是靠玉玺和宋恩那种废物，就真以为自己是什么大师了。今天就让你和这贱奴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传承，什么叫真正的眼力。万天，外邦势力介入家事，你可知这是大忌？元老息怒，我们暹罗人最重规矩。今日前来，只为了见识一下能击败万天少爷的高手究竟有何能耐。怎么赌？赌什么？莫非万家已经无人了，需要靠一个外来矿奴来撑场面了？若是怕了，我等立刻离开。哈！你踏进我万家的大门，就该知道，输了是要留下点东西才能走。想切磋可以，但赌注得由我来定。万大小姐想赌什么？简单，你我各出3块原石，混合置于厅中，不比估价，只比谁能先挑中对方石料中价值最高的那一块，并精准说中其种水色底，3局2胜。赌注就是，我们要是输了，交出家主印信，由元老会重新推举。奇闻，不可！此等赌注太过儿戏，事关万家根本。大哥，大小姐既然有如此魄力，我们何不拭目以待？说不定真能为我万家开疆拓土呢。姐，这可是你说的。但若是你们输了，我要你的双眼，还有暹罗商会在缅北的所有生意渠道。至于他命留下，你敢赌吗？万大小姐，好大的杀气！大小姐，杀机焉有刘道？你的赌注我接了，不过你的命还不配让大小姐来赌。你的眼睛和渠道我赢过来，送给大小姐当礼物便是。林峰，你嚣张什么？乃鹏大师，快答应他！好，一言为定。乃鹏，元老作证，准。这一块皮薄如纸，沙细如尘，也有蜡刻光泽，内蕴高冰黄杨绿，色阳色浓，水头足，是块好东西，当为你方石料之冠。好毒的眼力，丝毫不逊所闻，而且更稳更准。这感觉，这块石头内部的能量好强，比帝王绿还要惊人，这绝不是普通高货。空间在震动，是这块原石的能量引动的。难道我的空间不仅能存放东西，还能吸收外界能量？果然，能量。原石的能量可以滋养我的空间，既然能吸收，那是不是也可以把能量注入到原石里？果然可以。吸收能量，扩展空间。注入能量，点石成金。这异能竟如此逆天！
乃捧大师，你为自己准备的这块沙招，皮壳完美不过是伪装，内里并非你所言的蓝水情敌，而是龙石种晴水绿。你想用它阴我，可惜它注定是我的垫脚石。年轻人，眼力倒是毒辣，竟能看穿我的藏玉术。不过龙石种，哼，未免太过狂妄。解石，解石，先接乃鹏大师所选。高冰种，这是黄杨绿，色正浓阳，大涨。该解你的了，林先生，让我看看你的龙石种在何处。龙石种，清水绿，这真是龙石种大涨，超级大涨啊！你究竟是怎么看出来的？这不可能！感觉，林先生太谦虚了，这叫人算不如天算。乃鹏，你费尽心机做的局，在林先生眼里不过是小孩子的把戏。现在你明白你们之间的差距了吗？第一局，林丰盛。不可思议，后生可畏。其余你找来的人确实有过人之处。不过是运气好，撞上了一次龙石种而已。下一局才见真章。大师，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他怎么可能看得比您还准？你再试试，我们可就全完了。闭嘴！输就是输，赢就是赢。林先生，好眼力，好手段。第一局，林丰盛。准备第二局。林先生，你的感觉很特别，不像是在看石头，倒像是在触摸它的灵魂。这种天赋，我只在暹罗最古老的秘解中见过零星记载。你师承何处？大师过誉了，不过是矿坑里摸爬滚打练就的一点求生本能罢了，比不得大师的传承有序。第二局开始，这次我先挑，就是他，黑乌纱，翻沙均匀，有带状松花绕身，内里应是冰种飘绿花，花裸水长，是块上等料。判断精准，不愧是老手。可惜规则已经变了。先消你3分气运。我选这一块。林峰，你果然是瞎猫碰上死耗子，这块料子狗都不要，你居然拿它来对抗乃鹏大师的冰种飘花，你输定了！大小姐，林先生选了这么一块垃圾料，这根本出不了货。闭嘴，他的眼光需要向你证明。林先生，你确定此时皮厚沙粗，毫无表现，是典型的废料相？林先生，现在反悔还来得及。皮相最会骗人，我觉得它内里有货，或许是诺冰种紫罗兰。好，既然你执意找死，解石吧。解石，先解乃鹏大师所选。冰种飘花，水头稍干，长是长了，但不如预期。这乃鹏大师竟然会失手？不可能，一定是解石有问题。怎么会？明明看的时候是高冰种。你对我的石头做了什么？大师，话可不能乱说，这么多人都看着，我能做什么？或许是您时运不济。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乃鹏大师怎么会看错？你再切，肯定是你看错了。万天少爷，这料子已经这样了，再切也没有任何的意义了。垮了又怎么样？乃鹏大师的料子再不好，也比你这块垃圾强。你这破石头要是能出货，老子……万天，你除了会像野狗一样吠叫，还会什么？继续，我赌他的眼光，更赌他的判断。哈哈哈哈！废物，垃圾！姐，你看到了吧？就这种垃圾，你还当成宝？现在死心了吧？啊！我说什么来着？垃圾就是垃圾！我建议立刻终止这荒唐的赌局，以免我万家颜面损失。老子，稍安勿躁。既然赌约已经立下，就要有始有终。启文，你怎么说？继续。师傅，别停，换魔头，从侧面擦窗。装，继续装。我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万锦帆，你就等着给这条废狗收拾烂摊子吧！趁现在损失还能控制，赶紧叫停吧！为了这么一个矿奴，赔上我万家的颜面，不值得啊！大小姐，
再磨下去也是浪费功夫。是不是划穿了吧？肯定是。这水头有荧光，是紫雾、紫罗兰、高冰种紫罗兰、高冰种皇家紫大涨。完了，全完了。现在你明白了，做得很好。第二局，林峰再胜。乃鹏大使，2局已过，胜负已分，按照约定。约定是3局，最后一块石头还没解呢。万大小姐，林先生，这最终局我们玩点刺激的，如何？乃鹏大使，胜负已分，你想出尔反尔？出尔反尔？不，约定本就是3局，前2局是我输了，我心服口服。老朽想赌上一切，这第3局，此局不单比眼力，我们玩心计合一局。心计合一，你我各选一块全赌毛料，对决分3步：1. 开窗辨伪；2. 互判裂纹；3. 综合估值。最终以解释后真实价格与各自估值的接近程度定输赢。赌注：我若再输，不仅履行之前的赌约，更将毕生所学、笔记心得尽数奉上，并终生奉你为师。你若输，只需归还赢走的一切，并自认技不如人，离开万宝楼。乃鹏，你疯了不成？2局已过，胜负已分，竟如此输不起吗？还要纠缠到什么时候？乃鹏大使，赌约已有定夺，我万家不是你想来就来、想赌就赌的戏台。大师，这是用你一辈子的名声和传承，在赌我的前程和骄傲。正是，林先生，敢不敢接着最后一场？赌可以，但赌注要改。我若赢了，不要你奉师，只要你一句心服口服的承认。还有，我要他万天少爷遵照之前家族竞标会上欠下的赌注，并自断一臂，净身出户，永不踏足闽国。至于你，我要您亲手废掉他的手臂。怎么，大师不敢赌了？还是说他的前途和手臂比您一世的功名和传承更值钱？不要答应他，他是魔鬼，他在逼你。我们走，我们离开这里，什么都不要了。好，闭嘴，废物！输不起就别上赌桌。林先生，好手段，好魄力，这赌注老夫接了，就按你说的。赌约成立，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准备原石。乃鹏肯定会选表象最稳、风险最低的黑乌纱开窗，力求稳妥。黄岩沙风险与机遇并存，他可能会用来估值。莫湾补最差，他会留给我，或者自己冒险一搏。我选这块墨西沙黑乌纱，翻砂均匀，内里应该是冰种飘绿花，水头尚可。我选这块。啊！黄岩沙风险太大，皮薄易进蟹，10赌9输啊！从这里开窗，内里线下出高绿，可达到高冰种。高冰种，黄岩沙出高冰。林先生，自信是好事，可过头了就是自寻死路。准，开窗。冰种飘绿花，水头好，涨了。哈哈哈哈，垮了，血池绿，林峰，你完了，让你狂。可惜了，黄岩沙的选深入肌里，此料已废。师傅，顺着蟹层再往里磨一点。好，出绿了，蟹下是高绿，高冰种阳绿，大涨，超级大涨。真是，蟹下出高绿，色阳色浓，水头十足，这眼力神乎其技。第一局开窗辨伪，林峰胜。大师，看来皮相不仅会骗人，还会藏宝。不可能，他怎么可能看穿那么厚的线？就算暹罗最顶尖观文术，也需药水秘法。他徒手凭什么？运气，绝对是狗屎运！乃鹏大师，下一局一定要让他原形毕露。开窗见绿不过第一步，裂纹才是翡翠生死关。莽撞小子，能不能过这一关还难说得很。四叔，胜负已分一局，静观其变为好。林先生本事，其实你能妄加揣测。乃鹏的黑乌纱飘花活，但下面有一条裂，顺色而入，虽未贯穿，但已伤及玉肉。取剑需格外小心，价值大打折扣。
我的黄岩沙卸下绿肉完整，优势在我。开创出绿肉饱满，然色浓处已有恶绿潜伏，深入肌理，恐伤根本，裂纹影响严重，价值折损40。林峰判断奶棚，冰种飘花，水头足。然花下引荐马尾裂顺色走，深3毫米，未贯通，但影响此剑，裂纹影响中度，价值折损1成半。听见没？恶绿严重折损，林峰，你的石头垮了。大师。已有2字，未免不够精准。裂纹之判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林先生眼力独到，自然看不出凝点，待解释到落下，便知分晓。不实，解石验裂，先解林峰所选之石。无裂，仅有几条天然石纹，无害，绿肉完整，大长。不可能！明明色浓处能量阻滞，怎么会？诸位，请看，色阳色浓，水头十足，仅有天然石纹点缀，乃彭大师所说的恶漏何在？大师，您这已有2字，可是差点要了这块好药材的命。看来您不仅眼力有待商榷，这心里也浮躁了。经查验，林峰一方原石裂纹影响轻微，价值无损，乃彭大师判断严重失误。继续解乃彭大师的原石，验林先生所判马尾裂。裂是马尾裂，顺色走，深度约3毫米，未贯穿，但已伤玉肉。不可能，他怎么可能看得如此精准？连深度都……这不可能，这绝不可能！假的，一定是假的！再切，我不信！拦住他！神人啊，真是神人啊！老夫服了。乃鹏大师，现在。你还有何话可说？你究竟是怎么看到的？大师，第2局互判裂纹，胜负已定。第2局互判裂纹，林峰2项全胜，乃峰1项误判，1项未查，综合评定，林峰完胜。元老，胜负已分，按照赌约。姐，我错了，真的知道错了，饶了我这次。看在我们是亲姐弟的份上，饶了我吧，我不能没有手，我不能离开缅国啊！姐，亲姐弟，万天，你引外邦势量介入家事，欲置我于死地时，可曾想过我们是亲姐弟？你输了赌约就要认，这是万家的规矩，也是我的规矩。乃鹏大师，您是自行履行契约，还是需要我派人帮忙？好一个万家，好一个林峰，老夫认栽。元老，请执行赌约吧，所有赌注老夫照付。林先生，这是暹罗剑石秘药笔记原本，和我暹罗商会首席顾问的玉佩。凭玉佩可调动暹罗商会在国的一切资源渠道，现在它是你的了。不要，大师，不要，你不能！林峰，今日之败，老朽心服口服，但暹罗剑石之术的尊严不会就此断绝，你好自为之。依照之前赌约，即日起正式聘请你为我万家首席终身顾问，执掌对外剑石采购渠道对接之权。林峰，这是你应得的，希望你我能一直合作愉快。谢大小姐信任，林峰定不负所托。林先生，首席顾问之位，这不是尊荣，是责任。你接下的第一个担子就是后天的缅北国际公盘。公盘是龙潭虎穴，也是扬名立万的绝佳战场。我明白。暹罗商会副会长蔡坤，乃鹏的师兄，已经放话出来，他联合了东南亚的红昌财团，携重金与高手，要在公盘上为他师弟一雪前耻，目标直指你和我万家。大小姐，林顾问，查坤此人心狠手辣，眼力竟说更在乃邦之上，在东南亚势力盘根错节，此番来者不善，我们必须万分小心。他要雪耻，我要立威，正好。这是我能调动的最高资金权限，20亿美金。万家未来的气运
我压在你身上。大小姐，钱是死的，石头是活的。公盘之上，决定胜负的从来不是钱多，而是眼多。好，公盘之上，我要让整个翡翠界都记住林芳这个名字。大小姐，林顾问，暹罗商会的人送东西来了，说刹坤先生不敢亲自登门，托人带来一份薄礼和一封信。查勘约战，他说乃鹏师弟的债用这3块石头了断，3局2胜，我们赢了，暹罗商会在缅北的所有渠道归万家；我们输了，交出龙皇翡翠，林芳自废双赢。大小姐，万万不可！查勘诡计多端，这肯定是陷阱。龙皇翡翠是万家镇族之宝，怎么能拿来赌？我看不如直接把东西退回去，闭门不见。退回去，岂不是让整个翡翠界笑话万家怕了暹罗人？他敢送上门来，我就敢接。好，既然林顾问有把握，那这赌局我们接了。3天后，就在这万宝楼主厅决胜负。大小姐，你会后悔的。大坤能坐上梭罗副会长队的位置，眼力不在乃盘之下。这3块石头恐怕不简单。确实不简单。1号原石，会抗洞口注胶假料，表面高冰阳绿，内部灰白，价值2000。2号原石，木山洞口糯种飘花，内有暗裂，价值80万。3号原石，后江洞口外层糯种，内层金丝绿，价值1亿2000万。查坤果然有备而来，最不起眼的那块才是杀招。有问题？没问题，正好一次性解决暹罗商会的麻烦。大小姐，林顾问，老奴知错了。之前老奴有眼无珠，多次顶撞林顾问，还请大小姐和林顾问恕罪。你不是已经被赶出万宝楼了吗？谁让你进来？老奴在外面想了3天3夜，实在舍不得离开万家。老奴不求官复原职，只求能留在万宝楼，哪怕做个扫地的杂役也行。大小姐，周师傅为万家效力20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现在查坤上门挑战，正是用人之际，不如让周师傅戴罪立功。是啊，大小姐，老奴虽然比不上林顾问，但也懂些剑士的皮毛，说不定能帮上忙。你觉得呢？周师傅心高气傲，怎么可能甘心做杂役？肯定是他俩串通好了，想在赌局上搞鬼。既然周师傅有心，那就留下吧。正好第1局就让周师傅代表万家出战，选第1块原石。谢林顾问，老奴一定不负众望。你疯了，他肯定会故意输的。放心，我就是要看看他们想玩什么花戏。第1局，选石定胜负，双方各选1块原石，解释后价值高者胜。周师傅代表万家先选，我选这块。这块会卡洞口的黄岩沙，皮克锦是沙粒均匀，里面必是高冰阳绿。查坤想赢我们，没那么容易。好，周师傅好眼力，这块一看就是顶级好料。林顾问，该你了。我劝你还是选那块中等的，至少不会输得太惨。我选这块。林峰，你是不是傻了？这块砖头料狗都不要，你选它是想直接认输吗？林顾问，你要是怕了，现在认输还来得及。我可以求大小姐饶你一双眼睛。林峰，你确定吗？这块真的一点表现都没有。确定，相信我。解石，先解周师傅所选的1号原石。还好我俩提前换了石头，把真的高冰阳绿换成了注胶假料。一下使出力了，林峰肯定以为我运气好。第2局我再故意估错价，就能让他输得一败涂地。出力了，高冰阳绿大涨啊！看到了吗，大小姐，这就是周师傅的实力。林峰选的那块砖头料，怎么可能比得过？我看不用解了，直接判周师傅赢吧。就是，林顾问，你还是赶紧认输吧，免得等下解出一堆石头渣子，更丢人。我相信林峰，继续解。哎，这块石头要是能出货，太阳都从西边出来了。哈哈哈！我说什么来着？垮了，彻底垮了！林峰，你输了。林顾问，愿赌服输，自废双眼吧。哈哈哈哈！别急，换矛头从侧面擦窗，擦深一点。
是紫罗兰！高冰种，皇家子，无眠无力，超级大涨啊！价值至少2个亿。林峰，我们赢了！我说过，相信我。天佑我万家！天佑我万家！第一局林峰胜，接下来第2局估值定胜负，双方为剩下的2号原石估价，谁估的价格最接近真实价值，谁赢。这块木纳场口的原石皮壳表现中等，我估500万。500万，这个价格很合理。周师傅果然经验丰富。这块原石看起来也就值个几十万，周师傅怎么估这么高？他故意的，想让我估低，然后解出高价赢我。不过他没想到这块石头里面有暗裂。木纳场口内种飘花，内有暗裂，真实价值80万。估80万，80万！林峰，你懂不懂翡翠？这块原石就算再差，也不值80万。我看你是输不起，故意乱估。就是，80万连这块石头的皮都买不到。林顾问，你要是不会估价就直说，别在这里丢人现眼。是不是乱估？解出来就知道。浓种飘花，水头一般，有3条大裂，影响取件，真实价值80万左右。啊！第2局林峰胜，误差为0，神乎其技。你又赢了。多亏了乃鹏大师的笔记，里面记载了暗裂的判断方法。不算，这2局都不算，肯定是林峰作弊了。他怎么可能每次都估这么准？老四，住口！解释全过程众目睽睽，怎么可能作弊？你再胡搅蛮缠，家法伺候。就是他作弊，他一个矿奴，怎么可能有这么好的眼力？一定是他用了什么妖术。袁老说的对，肯定是林峰作弊了，求袁老为我们做主。袁老三，周师傅，你们输不起吗？按照赌约，刹坤的渠道已经归我们了，你们再敢胡说八道，我立刻把你们赶出去。还有1局，刹坤送了3块石头，我们只捡了2块，还有第3块没捡，要比就比完3局。哦，你想赌第3块？可以啊，赌注是什么？我赌我在万家的元老之位，还有我名下所有的矿脉和家产。我要是输了，净身出户，永远离开万家。我要是赢了，你辞去首席顾问之位，永远离开缅北。不行，太冒险了，我们已经赢了，没必要再赌。怎么，林顾问怕了？刚才不是还很嚣张吗？现在不敢赌了？好，我跟你赌，不过我要加注，我要是赢了，除了你的元老之位和家产，我还要你亲口承认，你和周师傅串通，想在赌局上搞垮我和大小姐。好，我答应你。这块是刹坤的压箱底宝贝，里面是极品龙石种，你输定了。没错，我之前见过这块石头，刹坤花了1个亿才买回来的，里面绝对是龙石种。林峰，要不我们还是别赌了，这块看起来太邪门了。为之开场双层套石，外层糯种价值50万，内层金丝绿无棉无裂价值3亿。果然是双层套石，正好，我将计就计。这块石头看起来确实不怎么样，
我怎么觉得里面什么都没有？怎么怕了？现在认输还来得及，我可以让你体面离开。好，我赌，不过我还要加注，我要是赢了，你还要给大小姐和我磕头道歉。没问题，我要是输了，给你磕3个响头；我要是赢了，你立刻滚出缅北。林峰，你别冲动。放心，我不会输的。既然你们都同意，那就开始吧。计时。从中间对半切，让大家看看什么叫真正的龙始种。龙种没有绿，价值50万左右。垮了，彻底垮了！林峰，你输了，赶紧辞去首席顾问之位，赶紧滚出缅北！林顾问，你也有今天，赶紧滚吧！急什么？我还没输。还没输，都解除弄种了，你还想耍赖？师傅，别停，从切口处再往里切3毫米。不行，说好了对半切的，你不能耍赖。赌约只说了解时，别说只能切1刀。怎么，你怕了？让他切。金，有金色，是金丝绿。极品金丝绿，无棉无裂，价值至少3个亿，超级大涨啊！第3局，林峰胜。根据赌约，李元老被剥夺元老之位，名下所有矿埋和家产归万家所有，净身出户，永远离开缅北。不可能，这不可能，你一定是作弊了！我不仅知道里面有金丝绿，还知道你和周师傅串通换了第1块原石，搞垮我和大小姐。我说的对吗？大小姐饶命，李顾问饶命，都是他逼我，都是他逼我的。周师傅，我之前已经给过你1次机会，按照家规，本该打断双股。大小姐饶命，老奴再也不敢了，求您再给我1次机会。大小姐，念他为万家效力20年，就饶了他这一次，让他做杂役。好吧，以后你就在万宝楼打扫卫生，再敢有异心，定斩。谢大小姐，谢林顾问，老奴一定好好干活。林峰，我不会放过你的，我一定会回来报仇的。我等着。大小姐，林顾问，老奴代表万家上下，感谢2位为万家所做的一切。从今以后，老奴为2位马首是瞻。为大小姐林顾问马首是瞻。从今天起，你就是万家的副家主，万家的1半管理权交给你。我一定会帮你把万家发扬光大。不是帮我，是我们。荒翡翠的秘密才刚刚开始。元老寺的事处理完了，万天也被赶出了缅北。按说该松一口气，可我总觉得心里还有根刺。大小姐说的是矿脉那几个养病的老人，不止他们，元老会里还有几个人，表面恭顺，背地里未必甘心。你一个外人做上副家主，他们不可能没意见。大小姐，我从黑奴爬到副家主，何曾在乎过别人的意见？我在乎，因为我需要你帮我稳住万家，而不是天天替你挡暗箭。大小姐，
暗箭射不到我，但有一件事我想问你很久了。说，你当初把我从矿场带进万宝楼，真的只是因为我喊出了那块帝王绿，还是说你从一开始就知道我身上有某种不寻常的东西？缅北从来不缺狠人，缺的是能看穿石头的人。你第一次开口的时候，你的眼睛闪过一道蓝光，我以为我看错了。所以您看到了？我看到了，但我不在乎你是怎么做到的，我只在乎你能不能帮我赢。那您现在还在乎？现在我更在乎你能不能坐稳副家主这个位置。那大小姐打算怎么帮我坐稳？过几天我会设宴管待那几个元老，你陪席，我要让他们知道你林峰是我的人。鸿门宴，表态宴，谁敢动你，就是动你。大小姐，您这是在赌？从你第一次开口帮我赌石那一刻起，我就在赌，赌你值。奶鹏那本笔记你都翻了多少遍了？上面的字都快被你磨掉了。奶鹏写的东西比我想的要深，前面是剑识术，后面是暹罗古老的心童修炼法。我怀疑他输给我不是因为眼力不够，而是因为他没有真正开启心童。心童听起来像眼睛的异能。奶鹏在笔记里写，真正的剑识大师不是用眼看识，而是用心读识。心童开启后能感知石头内部几十年的能量侵击。所以你能看穿原石，是因为觉醒了心童？也许是，也许不只是。大小姐，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那块镇族石里会藏着龙皇翡翠？那是万家先祖留下的，传说龙皇翡翠能庇佑家族气运。但传说没有说，龙皇翡翠还有一种作用，它能滋养人的异能。你想说什么？我怀疑，万家那位留下镇族石的先祖，也不是普通人，至少，他也觉醒了某种能力。我父亲临终前拉着我的手说：“奇缘，万家的秘密不在矿脉，在石头里。”我当时以为他糊涂了。他没糊涂，大小姐，如果您愿意，我想查清楚这件事。查清楚之后呢？之后我才能知道我的能力到底从哪儿来，又能走到哪一步。好，我陪你查。但有一件事你必须答应我。什么？不管查到什么，你都不能离开万家。大小姐，我是您的人，哪儿也不去。父亲笔记里提到的那座古代翡翠矿遗址，你打算怎么找？根据奶鹏笔记足够一页加的那张图，再加上李元老给的玉牌，两相对照，遗址应该在南部乌路河源头一带。乌路河源头那一带全是原始丛林，地势显赫，而且有地方武装活动，所以不能大张旗鼓。我打算只带几个可靠的人，悄悄去。我呢？大小姐，您留在万宝楼坐镇，那里太危险。我父亲能去，我为什么不能？正因为您父亲去了就没回来，所以您更不能去。林峰，你听好了，万家的事，我不可能坐在楼里等别人替我拼命，尤其是你。大小姐，您这是……要么我跟你一起去，要么谁都别去。好，一起去，但路上一切听我的。可以。你刚才说龙皇翡翠能滋养异能，你的意思是，如果找到那座遗址，你的能力还能再提升？奶鹏笔记里提到过一个传说，远古的剑识师不仅能看穿石头，还能从极品翡翠中吸取天地灵气，用来强化心童。龙皇翡翠就是那种级别的灵物。所以你得到龙皇翡翠之后，感觉到了什么变化？那块龙皇翡翠放在我身边的时候，我的意识空间就是那种能看到原石内部的状态，比以前更清晰，距离也更远。意识空间？你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个词。那是我第二个异能，我能把原石收进一个独立的空间里，随身带走。所以当初在万宝楼，你从我那3块石头里挑出高冰飘花的时候，你还把石头藏进空间里了？没有，那时候空间才觉醒，还不敢乱用。后来跟奶鹏赌的时候，我确实偷偷用空间吸了他原石里的能量。你这个人浑身都是秘密。大小姐，您怕吗？怕什么？怕我是个怪物。你要是怪物，那也是我万乔文的怪物。缅北这地方，怪物比君子还少。这几天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什么？你觉醒异能，是因为头磕到原石上，血渗了进去。这是巧合，还是那块石头本身就有问题？我从来没往那方面想过，
当时那块石头是矿场随便堆的废料，我没用透视看过它。也就是说，也许不是你的血激活了石头，而是那块石头里的能量激活了你。大小姐的意思是，我之所以能觉醒，是因为我碰到了蕴含特殊能量的石头。奶鹏笔记里不是写了吗？心童非天生，天地灵物可启之。你的异能可能是被那块废料里的残余能量撞出来的。那如果真是这样，那座古代遗址里可能藏着更多这种能启动的灵物。所以我们必须去，不是为了翡翠，是为了弄清楚你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大小姐，您对我是不是太好了？我对你好是因为你有用，别多想。我没多想，我只是觉得这辈子能遇到大小姐是我的运气。准备一下，3天后出发。好。这是我父亲的枪，他出事那天这把枪没带在身上。大小姐是想让我带着？我是想告诉你，那座遗址里可能不只有翡翠，还有要我父亲命的东西。您怀疑遗址里有人？我父亲不是莽撞的人，他带着10几个人进去，却没有一个活着回来。如果不是遭遇了人为伏击，就是那座遗址里有某种致命的东西。李元老说，去过的人没有一个活着回来。所以这次去，我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我明白，我会把空间里的能量准备好，必要时可以用来防身。你的空间还能用来防身？奶鹏笔记里提到过一种能量外放的技巧，把从翡翠里吸收的灵气释放出来，可以对人体产生冲击。我试过一次，效果还不错。你试过？拿谁试的？巴托，他晕了半个时辰。你倒是会挑人。巴托皮实，禁得住。到了遗址，如果真的遇到危险，不许你替我挡，听到没有？大小姐，这话应该我来说。我是万家之主，我的命比你值钱，你替我挡，不值得。大小姐，在我眼里，您的命比任何东西都值钱，包括我自己的。我父亲在笔记最后一页写了一段话，字迹很潦草，像是匆忙写下的。写的什么？遗址中央有座石殿，殿中供奉的不是翡翠，是一枚玉简。玉简上记载着万家的真正来历。玉简，奶鹏笔记里也提到过玉简传道，说是古代剑石师把心童修炼法刻在玉片上，代代相传。所以那座石殿里可能有一枚刻着心童修炼法的玉简。如果能找到那枚玉简，我的透视不，我的心童，也许能彻底完善。完善之后呢？你想做什么？完善之后，我就能看穿翡翠的每一层结构，甚至能判断翡翠在地下埋了多少年，从哪个矿脉出来的。连产地都能看出来？奶鹏笔记里说，古代剑石师能做到以铜溯源，只要看一块翡翠，就知道它出自哪个龛口、哪条矿脉，甚至哪一层。如果你能做到这一步，整个缅北翡翠圈都要为你让路。到时候，我替大小姐把万家做成缅北第一。好，我等着。林峰，你想过离开缅北吗？离开？去哪儿？回国，或者去暹罗，去老挝。凭你的本事，到哪儿都能活得很好。大小姐，您这是在赶我走？不是赶你走，我只是在想，把你绑在万家这个泥潭里，是不是太自私了？如果没有您，我现在还在矿场开车，被巴托当狗一样使唤。是您给了我机会，给了我尊严。可我也让你受了那么多血。那些血是我自己选的。从我在万宝楼门口喊出那块帝王绿开始，我就没打算回头。你这个人，有时候真的很倔。不倔的话，怎么能配得上大小姐的信任？好，那就不说这些了，说正事。去遗址需要带什么装备？干粮、水、火把、绳索、匕首，还有您父亲的枪。我让人准备。林峰，有件事我一直没告诉你。什么事？袁老一给的那块玉牌，背面刻着一行小字。确实有字，但很模糊，看不太清。非万世血脉，注定即死。什么意思？那座石殿可能只有万家后代才能安全进入，否则会触发机关或者诅咒。我不知道，但我父亲的笔记里也提到过类似的话。先阻摄禁制，
非血签者不可入内。所以，如果我跟你一起去，我可能进不去，甚至会死。所以我想过了，到了遗址，你留在外面，我一个人进食殿。我不会让你一个人去冒险。林峰，这是万家的规矩，也是先祖留下的禁忌。你不是万家的人，你不能进去。大小姐，我是您的人，您的先祖就是我的先祖。禁制认的是血脉，但我不信他认不出忠诚。你这是在钻牛角尖。我这是在赌，赌万家先祖设下禁制，不是为了杀人，而是为了不让外人盗取秘密。我不是盗取，我是帮你。好，到那时候如果真的有异样，你必须立刻退出来，听到没有？听到。我父亲在世的时候，最喜欢站在这块匾下面跟我说了万家的往事。说什么？万家能屹立缅北100年，靠的不是拳头，是眼力。眼力不是天生的，是祖祖辈辈拿命换来的。林峰，你知道我为什么从一开始就对你另眼相看吗？请大小姐明示。因为你身上有一种我父亲说的那种拿命换眼力的劲头。你不怕死，不怕输，不怕被人看不起，你只信自己的眼睛。因为我没有别的可以信。所以我相信你。大小姐，我不会让您失望。我知道你不会，明天就要出发了，今晚早点休息。大小姐也是。林峰，谢谢你。大小姐，不用谢，我说过，我的人是你的。遗址、玉简、万家先祖的秘密，不管前面是什么，我都会替大小姐闯过去。